当初我嫁进侯府时，陪嫁田庄18处，铺面12间，还得了皇上亲封的一品诰命。如今连一副药都喝不起。您喝一口吧。厨房说今日还是没有药。是没有药，还是他们不肯抓药？大爷说府里银子紧，先停几日。明艳的官儿是我打点的，恒儿的婚是我操办的，玉书的嫁妆是我添的。我把骨头一根根抽出来喂他们，喂到自己躺在这里。嬷嬷，我只想一个人。我的灵月呢？你哭什么？我问你，我的女儿在哪里？大小姐远嫁北渡第3年病逝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府里一直瞒着您，怕您受不住。母亲，北地那么远，女儿怕冷。这门婚事关系侯府前程，你要顾全大局。你是姐姐，该让着弟弟。那几间铺子也留给他吧。上车吧，别误了时辰。是我亲手把他推上了那辆远嫁的车，是我害的。老夫人，不是您的错。是我重男轻女了一辈子，把女儿当成全家的垫脚石。若有来世，我绝不能轻薄了女儿。顾家姑娘贤良端方，今日萧家纳聘，金钗2匣，绸缎20匹，城南胭脂铺2间。这是纳聘日，这是一切开始的那一天。凌玉，母亲，您脸色不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母亲，媒婆还等着您盖印呢。姐姐最疼恒儿，2间铺子而已。日后恒儿娶了顾家姑娘，定会孝顺姐姐。前世你也是这句话，后来恒儿拿走铺子，娶了顾家女，在我病重时连药钱都不肯出。今日是哪一年？你糊涂了，今日是恒儿纳聘的大日子。好一个大日子！老夫人，顾家那边还候着回话呢。这聘礼单上的城南胭脂铺是谁定的？是儿子同顾家议的。母亲，这是定下的规矩了。规矩？那就改规矩。这2间铺子从单子上划掉。母亲，您说什么？母亲，城南胭脂铺早就议定了，怎能说划就划？议定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顾家都已经点头了，今日当众改聘礼，传出去，儿子还怎么做人？顾家点头，是因为你拿你姐姐的嫁妆点的头。那也是姐姐自己愿意让的。她从前不敢说不，今日我替她说。母亲，若府里需要，女儿可以让出来。又是这句话，前世你就是这样让的，让出铺子，让出嫁妆，最后让出了一条命，不许让。可是母亲，府里所有人说我该顾着弟弟。他们说错了，你先是你自己，才是谁的姐姐。今日有我在，你不必让。姐姐，恒儿也是您的儿子，您怎能为了凌月当众驳他的脸？他是我儿子，凌月就不是我女儿。自然都是，可恒儿是男儿，要顶门立户，凌月迟早是别人家的人，所以他的东西就该先紧着你的恒儿。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们都是这个意思。老夫人，这传出去，顾家怕是要恼。他们恼是他们的事，我女儿的嫁妆不是给别人消气用的。母亲，您这是要毁了我的婚事，毁了我！起来，聘礼短了，你自己挣。我一个侯府少爷，去哪里挣？母亲，您从小教我读书，教我规矩，却从没教过我挣钱。如今您却让我自己挣，那就从今日起学。您这是要看儿子的笑话。我若想看你笑话，前世就不会替你把一切都铺好。我是不想再看你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。拿着，这是你的，从今往后谁也拿不走。文宁，宾客都在，你为了2间铺子闹成这样，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侯爷要脸面，就拿侯府宫中的银子去补，为何要拿我女儿的陪嫁？来人，请账房。今日我要当着所有人算一笔旧账。
念，从恒儿10岁起，他从我司库支过多少银子，一笔一笔念。母亲，今日是我纳聘的日子，您非要这样当众羞辱我？拿钱的时候不羞，算账的时候倒羞了。萧恒少爷10岁入书院，束修80两；11岁制马200两；13岁宴请同窗160两；15岁更换院中家具300两。姐姐，这些都是陈年小事，何必当众犯？小事，那便接着念，看看这些小事堆成了多大的窟窿。16岁游湖宴客240两；17岁打碎古玉，赔银500两；18岁为顾家姑娘购玉镯380两。至今日纳聘前，共支银6720两。6720两，母亲给弟弟花了这么多，而我的铺子，他们却连一行字都要替我让出去。6720两，够寻常人家过几辈子。恒儿，你还觉得我亏待你？母亲，我不知道有这么多。你不知道就能心安理得的花？我是您儿子，我是你母亲，可母亲也不是银库，更不是任你们掏空的库房。如今我才明白，这不是情分，是一群伸手要债的人。母亲，您今日是怎么了？从前您不是这样子。从前我是瞎了，如今我睁眼了。把这本账抄3份，1份送侯爷，1份送祖老，1份贴进祠堂。文宁，你要把家丑贴进祠堂。不贴清楚，他们永远觉得我的东西天生该给他们。母亲，您这样是要把我逼上绝路。没有我的司库，你就无路可走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绝路。明日起，你不得从我司库支走1文钱。这文书，你今晚就签。老夫人，顾家来人了，说聘礼单子若有变动，要当面讨个说法。来得正好，请进来，我也有话要同顾家说清楚。顾夫人，今日只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聘礼单子两家都议定了，侯府临时反悔，是把我顾家的脸面放在哪里？顾夫人息怒，此事还可商量。可以商量，请顾夫人先把你们私下改过的那张聘礼底单拿出来。老夫人这话，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媒婆手里那张是给外人看的，你们顾家私下递进来的那张，写着必须有城南胭脂铺2间，东郊田庄3年收益，还有我凌月的南珠头面。拿出来。老夫人，奴家只是个传话的，传话也要传真话。你若不拿，我现在就让人去请京兆府的人来替你拿。顾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侯爷，结亲本就要讲体面，我们顾家的姑娘清白贵重，难道2间铺子都配不上？顾夫人要的是姑爷还是铺子？老夫人说的难听了，难听的还在后头。你们明知那是我女儿的嫁妆，还敢白纸黑字写进聘礼底单，是笃定我侯府的女儿好欺负。女儿家迟早要嫁出去，铺子留在娘家也未必带得走。从前我就是这样被压下去的，可这一次，母亲挡在我前面。我女儿带不带得走，由她自己和我说了算，轮不到顾家伸手。既然老夫人这么说，那这门亲事怕是难成。难成就不成。侯府今日毁约，明日满京城都会知道萧恒被退了亲。那就让满京城也知道顾家嫁女先盯着人家姐姐的嫁妆。今日不退亲也行，顾家当众写下文书，不取萧凌月1文嫁妆，写亲事照旧，不写这门亲今日就到此为止。
老夫人，婉晴方才在外头听见了，婉晴实在不知聘礼单中竟有萧姐姐的嫁妆，若因此让萧姐姐为难，是婉晴的错，婉晴愿意退一步。顾姑娘不必这样说。凌月，坐到我身边来。我与萧恒情投意合，只盼长辈成全，聘礼多少，婉晴原是不在意的。既然不在意，那便把铺子和田庄从单子上划掉。老夫人，姑娘嘴上不在意，可顾家的脸面不能不顾。顾家的脸面，凭什么挂在我女儿的嫁妆上？老夫人误会了，婉晴只是怕萧恒聘礼太薄，日后被人笑话。她怕被笑，就自己去挣，靠姐姐的铺子撑门面，才真正可笑。萧姐姐，你我日后若成了姑嫂，也是一家人，你当真忍心看萧环在人前难堪吗？又是一家人，前世我就是被这一句一家人，把铺子、把体面、把自己一样样让了出去。你自己说。那是母亲给我的嫁妆，我不是要抢，可你们已经写进聘礼单了。我从前总觉得做姐姐的该让着弟弟，该顾全大局。可今日母亲告诉我，我不是谁的踏脚石。说得好啊，侯府的嫡女，如今连未来的弟媳都容不下了。少给我女儿扣帽子，她守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。既然老夫人执意如此，婉晴也只能认命了。只是萧狠那边怕是要伤心。她伤心就让她疼一疼，疼过才知道，不是想要什么都能伸手就拿。老夫人，这玉佩上刻的暗纹，奴婢年轻时见过，是北地侯府的养饰。北地侯府，前世把凌月要去的就是北地，顾家与北地原来从那时候就已经勾在一起了。果然，老夫人识得。我识得，只是知得太晚。母亲，什么知道的太晚？没什么，汤放下吧。母亲，这玉佩从顾姑娘袖中掉出来，可顾姑娘说不认得。女儿瞧着她神色不对。前世的凌月是不会留意这些的，她总低着头，只顾着让，只顾着懂事。如今她肯抬眼看人了，你也看出来了。女儿不敢说，只是觉得一个人若真不认得，不会慌成那样。记住这个本事，一个人慌不慌，比他说什么更要紧。母亲，您今日为我做的这些，女儿都记着。不必记着我，你只要记着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你的东西就是你的，你的命也是你自己的，谁来抢，你都可以不让。嬷嬷，这东西先封起来，日后有大用。是。顾家和北地这张网，才刚露了个角。他们想要的，从来不只是恒儿的婚事。姨娘，老夫人今日把账册抄了3份，连祠堂都要贴。再这样下去，司库的事儿迟早要漏。慌什么？他不过是一时兴起，等顾家这门亲事一成，恒儿娶了媳妇儿，他总会回心转意。可如今铺气都被划了，亲事悬着呢。那就不能让亲事黄了。生米煮成熟饭，他还能怎样？姨娘，这是要动老夫人的司库印玺，被发现可是大罪。恒儿是他儿子，儿子用一用母亲的印，又能算什么大罪？你今晚就去办，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疼了恒儿10几年，如今想撒手，没那么容易。开门，老夫人吩咐取样东西。这，老夫人没给手令。少爷的婚事要紧，你担待得起耽误吗？取什么东西？这样偷偷摸摸。老夫人，
奴才只是来清点库房。清点库房需要支开护院，半夜来取。老夫人恕罪。谁让你来的？是奴才自己想着，少爷婚事缺东西。嬷嬷，老夫人，她怀里还藏着这个。司库的钥匙在你怀里，胭脂铺的分红记进了别人的暗账。管家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老夫人饶命，奴才是被指使的。谁指使你？你不说我也猜得到，能指使你动我司库、改我铺账的，这府里没几个人。是林姨娘。林姨娘说，只要把印鉴取出来，聘礼照单送出去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老夫人您总会认。好个林姨娘，竟敢指使下人动老夫人的司库！老夫人，奴才也是一时糊涂。林姨娘说，事成之后少不了奴才的好处，奴才一时鬼迷心窍。鬼迷心窍，这话你们这些拿了我东西的人倒是都会说。林姨娘，前世你也是这样，一次次拿恒儿当法子，把手伸进我的库里，我认了一次又一次，认到自己一无所有。把他压下去，司库的钥匙收回，今夜起加双锁。是。老夫人饶命，饶命啊！嬷嬷，明日一早请林姨娘到正厅。老夫人是要处置林姨娘？她拿恒儿当刀使了10几年，这把刀今天该收了。还有，把这本改过的暗账一并带去正厅，我要让她当着侯爷的面自己看。老夫人，林姨娘那人惯会装病装弱，明日她若在正厅哭闹，二少爷又向着她，只怕不好审。她装她的，我审我的。明日请府医一并到场。她哭过多少回，骗过我多少回，这一次我要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都骗不过去。姐姐一大早叫我来，是为何事？妾身昨夜没睡好，身子不大爽利。管家昨夜偷我司库印信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他招了，是你指使。姐姐这是听了谁的挑唆，要冤枉妾身？妾身一个内宅妇人，哪敢动您的司库？你敢不敢？账本会说。姐姐，妾身心口疼。姨娘，母亲，姨娘身子弱，您怎能这样逼她？恒儿，是姨娘没用，连累你被你母亲这样疑心，姨娘这条命不要也罢。母亲，去请府医。回老夫人，姨娘脉象平稳，只是一时气急上火，并无大碍。不可能，我这胸口闷得厉害，方才还咳出了血。对，姨娘咳血了，我亲眼看见帕子上有血。帕子呢？鸡血。什么？你姨娘袖里的帕子沾的是鸡血，瓷瓶里装的也是鸡血。恒儿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你以为的咳血。姨娘，你为何要骗我？姨娘是怕你被你母亲赶出府，姨娘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，就拿鸡血骗我说是咳血。姨娘也是没法子，你母亲铁了心要断你银子，姨娘只想替你把这门亲事保住。保住亲事，就要逼我去偷母亲的印。为了他，你不是怕他被赶出府，你是怕他以后不能再替你从我这里拿银子。姨娘哭着说为我好，可她为我好的法子是让我去偷去骗，这样的好我竟受了10几年。文氏，你请我来祠堂是要审什么？审我嫁妆的账。这些年我名下的铺面分红被人挪用，司库被人惦记，今日请族老做个见证。族老，妾身只是个姨娘，哪有那个胆子动主母的嫁妆？你有没有那个胆子？账本会说。账房念：城南胭脂铺近3年分红共1200两，未入老夫人私账，
其中800两转入了一本暗账，记在林姨娘名下，另有400两记作了萧恒少爷的读书开销。你私吞铺面分红，侯爷，这都是管家做的账，妾身并不知情。管家昨夜已经招了，是你让他把分红改作恒儿的读书钱，一笔一笔都有他的口供。妾身也是为了恒儿，恒儿读书要钱，应酬要钱，妾身一个做姨娘的阅历又少，实在是没法子。所以你就偷我的铺子？那不是偷，是姐姐您平日就疼恒儿，妾身不过是替恒儿先支用些。我疼恒儿是我给，你背着我拿就是偷。姐姐，妾身在这府里伺候了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您今日当着族老的面这样羞辱妾身往后还怎么做人？羞辱你的不是我，是你那本暗账。800两进你的私囊，400两继承恒儿的读书钱。林姨娘，你苦劳的价钱倒是不便宜。妾室侵占主母嫁妆，按家法当夺院中管事之权，禁足受罚，所占银两如数追回。族老开恩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再也不……开恩可以，先把银子还上。妾身一时拿不出这么多，拿不出就把你院中的首饰摆件尽数折价，还不够的记在恒儿账上，他来替你还。恒儿如今聘礼都凑不齐，哪还有银子替妾身还债？那就让他知道，他这些年花的，你这些年贪的，最后都要他自己一点点还回来。林姨娘的处置记入祠堂，所占1200两，3月内追清。他院中管事之权，今日起收回。还有一句，从今往后，恒儿的事，你不许再插手。他的债，他自己背，你的错，你自己担。不敢签。儿子只是觉得寒心。昨日姨娘的事，今日又是这文书，您一桩接一桩，是要把我们母子都逼到墙角。花我银子的时候你不寒心，如今让你自己过3个月，你倒寒心了。我是您亲生的儿子，正因为你是我亲生的，我才要管你。前世我没管你，由着你伸手，由着你被宠，最后你拿走铺子，娶了那样的妻子，连你姐姐的死讯都帮着瞒我。我若早些狠下心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？环儿，你今日觉得我狠，可你想过没有？你这些年要什么有什么，是谁在背后掏银子？是你姐姐让出来的份例，是这个家被你一点点掏空的底子。姐姐是姐姐，我是我。你踩着她长大，却从没觉得亏欠，这才是我最怕的。母亲，您今日处处拿姐姐压我，可姐姐迟早要嫁人，我才是要给侯府顶门立户的。顶门立户？哼，你连自己的聘礼都凑不齐，拿什么顶门立户？那是因为母亲断了我的银子。若您还像从前一样，这聘礼何愁凑不齐？你听见自己这句话了吗？你的体面，你的婚事，你的顶门立户，桩桩件件，都要靠我的银子撑着。这就是我要断你的缘故。焕儿，签了吧。父亲，连你也要我签？你母亲这些年贴补你够多了，这文书你该签。好，3个月就3个月。母亲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抄录封存，从今日起，没有我的亲笔手令，司库不出1文钱。站住！你以为签了这文书是我在罚你？等有一天你明白1文钱是怎么挣来的，你就会知道，今日这一笔是我给你的最好的东西。老夫人今日怎么亲自来了？来看看我女儿的铺子。大小姐千金贵体，何必沾这些俗物？这账上的事儿交给小人就是。俗物？银子被人拿走的时候，可没人嫌它俗。从今日起，这间铺子的账，你自己看。母亲，女儿怕看不懂。看不懂就学。你若不看，别人说亏变亏，说赚变赚，你的嫁妆迟早变成别人口袋里的银子。母亲，这上头写着每月脂粉进货翻了倍，可入账的银子反倒1年比1年少。前世的灵月连自己的铺子都没踏进过1次，如今他能看出账上的不对了。大小姐有所不知，近些年生意不好，货损也多。货损多，为何账上没有损耗的明细？这都是些小账，铺里的老人都晓得，
不必一笔记。进货的银子记得清清楚楚，货损了反倒不必记。掌柜，这账是只算进不算出。大小姐头一次看账，许是看差了。那你说说，我哪里看差了？小账最养贼。库房里还有多少玫瑰枝？回大小姐，账上记着30盒，库里只有12盒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若胡说，那就开库房，当场清点。大小姐，库房里灰大，别污了您的裙摆。我的裙摆脏了能洗，这账若脏了，是要见官的。你亲自去。母亲不同我一起去吗？这是你的铺子，该你自己开这道门。我若事事替你出头，你这辈子还是只会躲在别人身后。女儿，明白了。开库，今日这账我要一盒一盒对个清楚。玫瑰枝少18盒，玉绒粉少20罐，香膏少11瓶。掌柜，这些货都去了哪里？许是伙计记错了账。掌柜，每月的账都是您亲自过目的。闭嘴！让他说。回老夫人，铺里每月都会有一批货送去林姨娘院中，说是府里赏人用的，可这些货账上却记成了货损。林姨娘？还有，每逢顾家来人之后，铺里就会少一批上等脂粉。原来从我还没出嫁起，我的铺子就已经被他们一点一点分完了。林姨娘拿，顾家拿，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在感激他们说我懂事。若是赏人，该有府中的直取单；若是货损，该有损耗的记录。两样都没有，那就是私吞。大小姐饶命，小人也是被逼的，是林姨娘吩咐，说萧环少爷将来要娶顾姑娘，这铺子迟早是顾家的，让小人先送些东西过去，走动人情。所以你们把我的铺子当成了顾家的装昂库。看清了吗？你退一步，他们不会感激，只会把下一步也一起算进去。女儿看清了，你私吞货物，做假账，勾连内宅，按铺中契约即刻除名，亏空的货款3日内补齐。大小姐，小人上有老下有小，求您开恩。我若心软，替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是我母亲，是我的嫁妆。凌月，你本就该是这样的，是我前世把你教成了只会让的人。嬷嬷，把掌柜送官，账册封存，亏空照价追回。怕吗？怕。可我更怕再被人当成那个不会说话只会让的钱袋子。记住今日这句话，往后谁再敢伸手，你就亲手剁了他的账。侯爷，老夫人，顾家今日不是来吵的，只是侯府临时叫停了纳聘，总要给个说法。此事是侯府失礼了。失礼的是谁，还要看顾夫人怎么说。聘礼单是两家早早议定的，如今老夫人翻脸不认，京中人会如何看我女儿？京中人也会想知道，顾家为何非要我女儿的铺子。老夫人，婉清从未想过要抢萧姐姐的东西。那你今日就当众说清楚，不要铺子，不要田庄，不要南猪头面。老夫人这是逼我自清。母亲，婉晴已经退让了，您为何还咄咄逼人？他退什么了？退的是他本就不该要的东西。母亲，您总不能把人逼到这个地步。是我逼他，还是他先把手伸进你姐姐的嫁妆里？老夫人这样羞辱顾家，这门亲事不成也罢，但我女儿被侯府耽误了名声，侯府总该赔礼。想要什么赔礼？城西绸缎铺1年的收益，外加3000两银子。顾夫人倒是实诚，亲事还没成，算盘已经打到我另一间铺子上了。
这是侯府亏欠顾家的，亏欠，那我也同你算一笔。顾家私改聘礼单，逼取我嫡女的嫁妆。若我把这张底单送去京兆府，顾姑娘的清白名声还剩几分？母亲，别说了。婉晴，你怕什么？他当然怕，因为他知道那张底单不只是你改的，也是他点头的。老夫人，您空口无凭。我从不打无凭的仗。媒婆还在府中候着，愿不愿意再当众说一遍？来人，请媒婆。他哭起来还是从前那副惹人怜的模样，可母亲那封短帖又是怎么回事？恒儿，别急着替人挡，今日你也该看看甜话的背后藏着的是什么。媒婆，你说那张聘礼底单是谁亲手交给你的？是顾姑娘身边的丫鬟。我院中丫鬟众多，谁知道是不是人自作主张？那这封信呢？信上写着萧凌月性子软，只要在那聘日把铺子写进单子，他必不敢当众反悔。顾姑娘，这字你认不认？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那我便送去字画铺，请人比对笔记。老夫人，何必把事情做绝？事情不是我做绝的，是你们把手伸进我女儿嫁妆的那一刻，就先断了体面。婉晴，这信当真是你写的？我只是怕你聘礼太薄被人看清，所以你就要我姐姐的铺子？我是为你好。你一个侯府少爷，若聘礼寒酸，往后在京中怎么抬头？听见了吗？他不是不知道那是凌月的嫁妆，他只是觉得那东西该拿。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只是侯府毁约在先，顾家不会善罢甘休。可以，今日我也把话放在这里。顾家若敢在外头污我女儿半句名声，我便把这张底单、这封短帖贴到京兆府的门口去。你敢？如今我有何不敢？萧恒，你就看着你母亲这样赶我走。婉晴，你先回去吧。萧恒，你会后悔的。退亲了，满京城都会知道我萧恒被退了亲。从前我要什么有什么，一句话，母亲就掏银子，姐姐就让东西。如今我爹在这里，就没有一个人肯扶我一把。婚事可以在意，骨头若是弯了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。我是侯府的少爷，开门。二少爷，老夫人有令，司库没有他的手令，不得开。我只是取几样东西周转，明日就还。周转到顾家去。母亲，您派人盯着我。我盯的是我的库房。那什么？你私刻我的印。你竟敢私刻你母亲的印信，这是什么罪名？你知不知道？父亲，我没有别的法子了。顾家退了亲，满京城都在笑我。我只是想把聘礼凑齐，把亲事挽回来。用一枚假印撬开你母亲的私库，叫挽回。那您说我还能怎么办？前世你也是这样，走投无路时就来动我的东西。我那是心软认了，可认到最后是凌月替你们所有人赔上了一条命。这一次我不能再忍。你可以认错，可以去挣，可以把这些年花掉的银子一两一两还回来，可你偏偏选了偷。我没有偷，我是您儿子，拿一下怎么了？没有主人点头就拿，那就是偷。无论你是不是我儿子。母亲，您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您从前最疼我。我从前最疼你，所以把你疼成了今日这副模样。萧恒送去祠堂跪一夜。母亲，明日起去东郊田庄，从账房的小厮做起。你让我去做小厮？你不会管账，不会挣钱，不懂规矩，不从小厮做起，难道还想做主子？母亲，您今日这样待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等着你让我后悔的那一天，但不是用这种偷我印信的法子。母亲，儿子知错了。错在何处？不该私刻印章，不该夜闯私库。还有呢？你错在心里从没觉得那是偷。你觉得我的私库就是你的后院，想进就进，想拿就拿。母亲，
儿子只是被逼急了，被顾家退亲逼急了，就来撬母亲的库。那日后你仕途不顺，是不是也要去撬你姐姐的嫁妆？我不会。前世我也以为你不会。母亲为何总拿姐姐压我？不是她压你，是你从前一直踩着她。文宁，他跪了一夜，也该知道教训。侯爷若心疼，可以替他还债。他这些年从我司库支走的，加上林姨娘贪的，共7920两。侯爷今日拿来，我立刻让他回院。父亲，你母亲说的对，你这些年确实被惯坏了。从前我闯了祸，父亲总替我遮掩，如今连父亲也不要我了。不是不要你，是这一次没有人能替你扛了。让萧红去东郊田庄做账房小厮，每月月钱3两，其中2两抵欠契。3两？我从前在画房，一顿酒钱都不止3两。所以你更该知道这3两银子是怎么辛苦挣来的。迟一刻，月钱再扣1两。从前我闯了天大的祸，哭一哭闹一闹，母亲总会回头。如今，她却头也不回。原来我从前那些挥金如土的底气，没有一样是我自己挣来的。如今，再没有人替我兜着了。二少爷金枝玉叶，何必亲自看这些？账上的事儿交给小人就成。母亲说了，让我从账房做起。这几代陈粮，为何继承了新粮入仓？二少爷看错了，都是今年新收的。今年的新粮会有霉味？二少爷刚学着看账，不懂这些。田庄的粮仓潮气重，味大些是常事。潮气重会让新米发黑结块。你看这米色，沉了至少2，账上却记着金秋新入仓。二少爷，这兴许是底下人记差了。从前我只知道伸手拿钱，从没想过这钱是哪儿来的。如今坐在这账房里，倒看出些不对劲了。二少爷，小人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东西，账房种地，你乱闯什么？让他说。二少爷，庄头年年说府里要加田租，我们交不上就拿粮抵，可账上却写着老夫人仁善，给我们减了租。减租的名声是我母亲的，加租的银子进了谁的口袋？二少爷，小人不敢说，说了怕庄头报复，赶我们一家出庄。有我在，他赶不了。你说，去年大旱本就收成不好，庄头还按往年的数管我们要租，交不上的就拿来年的口粮抵。村东头的张老汉一家5口，去年冬天差点没熬过去。可账上写着减租，那是做给老夫人看的，实收实拿，都进了庄头的私囊。二少爷，这老东西满嘴胡话。那就开粮仓，让我亲眼看看是不是胡话。好粮在哪儿？二少爷，这就是新粮。新粮会发霉，你当我是傻子？二少爷，他们把好粮偷偷卖了出去，拿霉粮冲进账里，今夜就有车来接好粮。你再敢胡说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撕一个试试。二少爷，你也是聪明人，这好粮卖出去的银子分您3成，您只当没看见，可好？从前的我听见3成的银子，怕是早就动心了，可如今不一样了。从前你这话，我或许真会动心。那现在呢？3成银子，少说也有几百两。二少爷如今手头紧，这可是一笔横财。横财？这粮是佃户的口粮，是我母亲的田产，你偷出去卖，分我3成，是要我同你一起做这偷粮的贼。二少爷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庄上上上下下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现在我知道，偷来的银子落进手里，最后都会变成还不清的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二少爷拦住！母亲，怎么不继续跑了？这一次你没有拿银子去堵他的嘴？没有。也没有想着分那3成的好处？没有。我欠您的银子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再欠自己的良心。
拿下庄头，粮车封存，账册收好。明日随我回府，把这本账亲手递到正厅。母亲，这庄头偷的粮，克扣的是佃户的口粮。儿子查到一半，他还想拿3成银子堵我的嘴。你没有接，儿子若接了，便和他一样，成了偷母亲东西的人。这种事，儿子从前做过太多，如今不想再做了。知道就好，回去吧。母亲怎么把田庄的事儿闹到正厅来了？下人有差错，交给儿子处置便是。交给你，让你继续处置到账目消失。母亲这话，儿子听不懂。庄头招了，每季的田租有一半送进了你的书房。母亲，官场上的事您不懂，同僚往来，逢年节礼，迎来送往，哪一样不要银子？儿子动用些田庄的银项，也是为了侯府的前程。为了侯府的前程，就去吃佃户的口粮，拿我的田租填你的人情。母亲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儿子若在官场站稳，侯府上下都跟着有底，这笔账该这么算。萧恒伸手，好歹是明着要。这个嫡长子偷钱却要引经据典，说得冠冕堂皇，他比谁都会包装自己。你倒是会算账，把偷田租算成了官场人情。母亲言重了，这怎能叫偷？侯府的产业本就是一家人的。一家人。儿子身为嫡长子，动用些家产打点前程，合情合理。合情合理？那我问你，东郊田庄是侯府公产，还是我的陪嫁？这自然是母亲的陪嫁。那东郊田庄是我的陪嫁，佃户的口粮是他们的活命钱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你该花的一家人的钱？从前我总觉得大哥比我强，他读书做官，从不像我这样闯祸。可如今看来，他不过是把伸手要钱这件事做得更体面罢了。老夫人，长房从田庄支取的银子，3年共计3000余两，皆无正经名目。3000余两，明艳，你把佃户1年的口粮押走了一半。母亲若今日断了这进项，儿子在官场会寸步难行。那就学着凭你自己的本事走路。母亲，田庄的银子，儿子确实经手过。可儿子不是为了自己享乐，官场应酬，桩桩件件都要花钱。不是享乐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侯府。儿子若得不到上峰看重，侯府将来靠谁撑着？靠偷佃户的田租，靠挪我的嫁妆，靠吞你妹妹的铺面来撑。母亲何必把话说得这样难听？儿子是侯府嫡长子，儿子站稳了，灵瑶将来出嫁也有体面。大哥，你拿我的铺子去做人情的时候，可曾问过我愿不愿意？你一个姑娘家，懂什么官场轻重？他不懂官场，可他懂自己的东西不能被兄长偷走。母亲，儿子不是萧恒，您不能把我也当成那种只会伸手要钱的废物。你比他更会说漂亮话，所以你偷得更体面。明艳，田庄的银子你到底拿了多少？也不过3000余两。不过，你一句不过，佃户1年的口粮就被押走了大半，他们一家老小靠那点粮过冬。母亲，那是儿子日常周转之用，从今日起不是了。你要收回去。我的铺面分红本就该回我手里，你若还想用银子按规矩递条子，从宫中走账，一笔一笔写清楚去处。母亲要我像个下人一样去报账，花别人的钱就该说清楚花在了哪里，这不是下人才做的事，这是做人的规矩。儿子是堂堂嫡长子，朝廷命官，如今要为了几两银子向母亲递条子报账，传出去，儿子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你的脸面是用我的田租换的，这样的脸面不要也罢。封存，长房从今日起不得再支取我名下任何一间铺面的收益。母亲近来为了府中的事日夜操劳，儿媳看着心疼。若母亲信得过儿媳，这府中的钟馗不如交给儿媳打理几日，也好让母亲歇一歇。你想掌家？儿媳不敢贪权，只是母亲年纪渐长，账房
田庄、铺面，事事亲力亲为，身子如何受得住？母亲，秦氏是长媳，迟早也要学着长家。如今她肯替母亲分忧，是好事。他想长家是假，想拿我的私库钥匙是真。长房在田庄的进项被我断了，这是想从钟柜里再找补回来。是想学长家，还是想拿钥匙？母亲这话，儿媳惶恐。不必惶恐，你想试，我就给你试。你真要交中费？交。宫中的账册、厨房的采买、车马灯油、丫鬟婆子的月钱，都交给秦氏，管3日。儿媳定不负母亲信任。先别急着谢，我的私库钥匙不给你，我嫁妆铺面的账册也不给你。母亲若没有私库贴补，只怕府中的开销周转不开。那正好，让你看看侯府离了我的嫁妆，还能剩几分体面。母亲这话，儿媳更不敢接了。儿媳长家，若把府里弄得捉襟见肘，岂不是儿媳无能？是无能，还是这个家本就空了？你长3日，自然分得清。母亲这是故意让秦氏为难。他要长家，就该知道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。若只想拿我的钱去撑你们长房的体面，那不叫长家，叫做散财童子。把宫中的账册和对牌给他。母亲，宫中就只有这些？宫中就这些。你若嫌少，可以去问问，这些年是谁把侯府花成了这副空壳子。3日后你来回账，账若能平，钟馗继续给你；账若平不了，你就把长房这些年学会的体面先还给侯府。大奶奶，明日老夫人要办家宴，可厨房没银子采买了。大奶奶，二少爷从田庄要车回府，那马料钱也还没结。宫中不是还有银子吗？账上只剩27两了。27两，怎么够侯府1日的开销？从前不够的时候，都是老夫人从私库补上的。夫君，从前母亲到底替这个家贴了多少？府中开销大，偶尔贴补也是常事。偶尔？这才3日，我没拿私库的钥匙，连厨房买肉的钱都凑不齐，这哪里是偶尔？我从前总觉得婆母长家长得太紧，是不肯放权，如今才知道，是这个家早就被掏空了。他那一双手撑着的是一座随时要塌的空架子。3日到了，账平了吗？母亲，儿媳无能，这账儿媳平不了。秦氏，你跪什么？以为母亲掌家是揽权，这3日儿媳才知道，您一个人替这个家扛了多重的担子。起来，你今日肯说这句话，就还不算太晚。母亲，儿媳愿意从头学，也愿意把这3日的亏空一笔一笔补清。秦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夫君，若这个家一直靠母亲的嫁妆补着，我们迟早连最后一点脸面都没有了。明日家宴，我会重新定下各房的月例。秦氏，你也来听。那明日家宴的银子，就按宫中这27两办，有什么吃什么，让他们都尝一尝咱们侯府真正的家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今日家宴就吃这个？侯府宫中只剩27两，能有4菜1汤，已经是厨房会过日子了。母亲，这样传出去，侯府会被人笑话。被人笑几日，总好过被你们吃空一辈子。我在田庄做了1日小厮，回来连块肉都没有。3两月前的小厮顿顿想吃肉，这规矩是谁教你的？母亲，您真要把我当下人对待？你若只会伸手要吃要穿，连下人都不如，下人还知道做活领钱。今日既是家宴，先听你母亲说正事。自今日起，各房月例按侯府旧制重新核定，长房每月60两，二房每月40两，未成家的子女每月20两。额外的宴饮、置办衣饰、车马应酬需提前报账。60两，我从前1个月的人情往来就不止这些。那就少往来，真正的交情不靠你母亲的嫁妆撑着。你若站得住，穿布衣也站得住；你若站不住，披金戴玉也只是个空架子。那我呢？我在田庄每月3两，还要扣2两还债，剩下1两我怎么过？你可以吃田庄的饭，住田庄的屋，穿旧衣裳。这世上多少人就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我是侯府少爷。少爷这2个字不能当饭吃。
不吃便撤。秦氏，记下。萧恒今日拒食，晚膳不补，夜宵不备。明日照常去田庄。章程我看过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以后多花银子，自己去挣，再拿孝道亲情压我上贴祠堂，把他面前摔过的碗筷撤了，换一副粗瓷碗。既然想学着做人，就先从珍惜一顿饭学起。母亲，您要为女儿做主。婆家嫌我嫁妆薄，如今连小叔娶亲都要我出银子。你当年出嫁，嫁妆36台，另有压箱银1000两，婆在何处？那都是从前的事了。女儿在婆家过日子，总要打点。打点到36台都没了。母亲，女儿也是没办法。夫君说他仕途要紧，小叔说亲要体面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婆家被人笑话。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嫁妆填进婆家，填空了再回来挖你娘家的。我是您的女儿，难道您忍心看我在婆家受欺负？又是一个被我教成只会往外让的孩子。玉师是庶女，前世她在婆家受的委屈，我都是拿银子替她填，填到最后她也学会了，一遇事就回来要钱。我不忍心，所以我要教你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，而不是再给你一笔，让他们继续欺负你。母亲，您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从前我错在给得太快，让你们都以为银子能堵住别人的贪心。取萧玉书当年的嫁妆单子。母亲，一定要这样逼我吗？是婆家逼你交出嫁妆，还是我逼你说实话？原来不只是儿子，连嫁出去的女儿都在吸这个家的血。婆母这些年是被多少庄手掏空的？玉书，你婆家竟敢动你的嫁妆！他们说，一家人不该分彼此。一家人不分彼此，这句话我听了一辈子，也被他骗了一辈子。秦氏，你带2个嬷嬷陪玉书回一趟婆家。你若连自己的嫁妆都守不住，才是真的做人艰难。哭是没有用的，拿着单子去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捡回来。亲家母怎么亲自来了？玉书这孩子也是，娘家有点风吹草动就往回跑。他若不跑，我还不知道他的嫁妆被你周家吃的只剩个空箱。岳母这话就严重了，一家人过日子哪有分得那么清的？又是一家人不分彼此。你们这些伸手拿钱的人，倒都爱说这一句。金头面2套，玉镯4对，绸缎20匹，压箱银1000两，城西小田契1张，请周家照单拿出来。嫁过来的东西就是我周家的，哪有娘家上门清点的道理？女子的嫁妆，夫家不得擅动，这个道理你不懂，我可以请官府来教你。岳母何必闹得这样难看？我用玉书的嫁妆也是为了打点前程，等我日后发达了，自会补还给他。你也是这样同我说的。你拿了我的头面给你妹妹置办嫁妆，拿了我的压箱银替你弟弟说亲，可你拿走的时候日后补我。玉书，我是你夫君，你帮衬我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可曾帮过我一次？你也前世你周家，你肯为自己讨一次公道了。如今可周家花我嫁妆的时候，谁把我当过一回人？反了，媳妇儿竟敢顶撞婆母！我女儿今日不是来顶撞的，是来讨债的。嫁妆早就花了，要也没有。没有就折银。秦氏记账。是。今日少1样，周家便写1张欠契；少1两，便按1两的利息算。你敢抢，我就让你连官生一起赔进去。岳母，非要逼得我周家低头？不是低头，是还债。你今日还了他的嫁妆，明日他还能叫你一声夫君。你今日敢抢他的单子，我就让你知道，侯府的女儿不是嫁出去了就没人撑腰。夫君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周家确实动了萧玉书大半的嫁妆，按礼法，夫家无权私用妻子的陪嫁。她嫁到我周家，就是我周家的媳妇，陪嫁进了周家门，周家用点东西，怎么了？用点儿，金头面、田契、压箱银、绸缎，样样都用。
你们周家娶的是个媳妇，还是搬了一座银库回去？玉叔，你真要看着我被人笑话？我从前最怕你被笑话，所以你要什么，我给什么。可我给完了，周家笑话的还是我。你变了。我只是听懂了母亲的话，我的骨头要我自己捡回来。玉叔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你今日当着族老的面这样讨还嫁妆，往后我们还怎么过？夫妻一场，夫妻一场，你拿我嫁妆贴补你弟妹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们往后怎么过？你若真把我当妻子，就该护着我的东西，而不是把它一样样送出去，填别人的窟窿。请族老做个见证，周家3日内归还实物，归还不了的折成银子写欠契。若日后周家还敢逼玉叔拿私物贴补，侯府便接他归宁，另行和离。和离？你若只想要我的嫁妆，不想要我这个人，那和离也好。你敢威胁夫家？不是威胁，是给你们选一条路，要么还嫁妆好好过日子，要么扣嫁妆放人回来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记住，娘家不是给你填窟窿的地方，是你被人欺负的时候能回头的地方。从前我每次都是要钱的，要了钱再回去填周家的窟窿，填完我以为这就是嫁出去的女儿该过的日子，可母亲今日告诉我，不是的。母亲，我这一次回娘家，不是来求钱的，是来要一个公道的。萧二少，听说你如今在田庄做小厮？不能吧？侯府的少爷去系粮袋子，这话说出去谁信？我只是暂时历练。历练好啊，那今日这桌酒还是萧二少请吧。今日出门匆忙，不巧。从前萧二少可从不说不巧，那时请我们去画舫，一掷千金。看来传言是真的，老夫人断了你的银子。我母亲只是一时气急，顾姑娘那边也是一时气急。我听说顾家正另看亲事呢，顾姑娘的马车今日就停在永安伯府门口。你胡说！信不信你自己去看。萧二少，从前你在画舫一掷千金，我们叫你一声爷，如今你连一桌酒钱都掏不出，这爷怕是做不成了。薛兄这话就重了，萧二好歹是侯府的人，只是不知道这侯府的少爷如今一个月能领几两银子。客官，这账还没结呢，记在侯府账上。侯府昨日派人传过话了，说二少爷在外不得赊账。从前我请客，他们个个叫我兄弟，如今我没了银子，连一桌酒钱都成了笑话。拿这个抵账。萧二少，还去永安伯府追吗？人家如今看上的可不是个田庄小厮。闭嘴！从前你请客，我们叫你兄弟，如今你没了银子，谁还陪你做梦？原来我离了母亲的银子，什么都不是。这些朋友是假的，顾婉清也是假的。客官，您这玉坠抵了账，还多出些银钱，要找平吗？不用了，留着吧，就当买我一个教训。姑娘，萧二少来了。这位是侯府的二少爷，旧日相识。旧日相识？顾婉清，你从前说非我不嫁。萧恒，那时你是侯府最受宠的少爷，如今你连自己的聘礼都拿不出来，所以你就要另嫁？女子嫁人总要看前程，难道我要陪你去田庄数粮袋子？你说过你不在意聘礼。场面话你也信？没有铺子，没有田庄，没有老夫人的私库，你拿什么娶我？母亲说的都是真的，她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侯府的铺子，是姐姐的嫁妆，
是母亲的私库，如今这些都没了，我在他眼里就一文不值。顾姑娘，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旧账。公子误会了，我与他亲事未成，早已两清。两清？你逼我母亲拿我姐姐嫁妆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两清？萧恒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你顾家要的不是我，是我母亲的铺子，是我姐姐的嫁妆。如今要不到了，你就转身去找别人。顾姑娘，他这话可是真的？自然不是。萧恒被他母亲厌弃，心有不甘，才来攀咬我。顾婉晴，从今日起，我不娶你了。你以为我还稀罕？你稀罕的从来不是我，是我母亲的私库，是我姐姐的嫁妆，是侯府给你的体面。萧恒，你如今落魄了，就把什么都怪到我头上。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看清了你，也看清了我自己。从前我以为你是真心待我，我母亲说你图侯府的体面，我还同她顶嘴。如今我才知道，她说的字字是对的。我会把欠我母亲的银子一两一两还清，从今往后不再做谁的银梯子。顾姑娘，我永安伯府虽不算顶尖门第，却也不想娶一个把算盘打到自家姑走嫁妆上的女子。府也不肯议亲了。婉晴，你被侯府害成这样，往后可怎么办？都怪温宁，若不是他当众毁约，逼萧恒退亲，我何至于落到今日这步田地？如今萧恒那个废物也指望不上。萧恒是废了，可萧凌月还没有。萧凌月有温宁护着，那铺子田庄是块咬不动的肉。咬不动是因为没找对人。顾姑娘，我家世子让小人给您带句话。北地侯府有何指教？世子说，萧凌月名下的铺子田庄是块好肉，温宁护得紧，单凭顾家一家，怕是动不了。你家世子是什么意思？世子说，他不日就要进京，萧凌月的嫁妆他要，萧凌月这个人他也可以娶。顾家若肯与北地合作一回，这笔账顾家也能分一杯羹。与北地侯府合作，北地世子远在北境，为何对侯府的女儿这样上心？世子有世子的难处，这些顾姑娘不必多问。顾姑娘只需知道，只要萧凌月进了北地的门，她名下的产业，你们顾家分30%。30%？世子还说，温宁那个女人精明阳干，不好对付，要动萧凌月，得先从她身边撕开一道口子。顾姑娘在京中人面广，这道口子还得靠顾家。撕口子，我有法子。萧凌月那个人看着是软了，可侯府里不是人人都服温宁。林姨娘被禁了足，心里正记恨；府里那些被裁了月脸的旧仆也未必没有怨言。顾姑娘果然心思缜密，世子没有看错人。你回去告诉世子，只要他真能娶了萧凌月，把他那些铺子田庄从温宁手里挖出来，这30%顾家要定了。温宁，你毁了我的亲事，断了我的前程，那我就用萧凌月一并讨回来。好，请回禀世子，顾家愿意与北地合作。萧凌月，你那些铺子田庄护得再紧，也终有要不住的一天。田庄的差事做满了，还差几日。儿子今夜回来，是想亲口同母亲说一件事。说。儿子把顾婉晴断了。我去永安伯府看见他了，他说他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侯府的体面，是姐姐的嫁妆。母亲说的都对，
从前我觉得母亲狠心，处处拿姐姐压我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是我踩着姐姐长大，却从没觉得亏欠。他变了，前世的萧恒到死都觉得是全家对不起他。如今这个孩子肯低头，肯认错了，可知错容易，还债难。我不能因为他一句话就轻易放下从前。母亲，我那7920两的欠契我会还，3个月不够，我做满半年，做满1年，田庄的月钱全抵欠契。知道认错是好事。那母亲愿意原谅我了吗？原谅不是赏银，不是你认一次错我就立刻给你。那儿子要怎么做，母亲才肯重新看我一眼？我看着呢。你在田庄聚了那3成银子，我看着；你今夜肯回来认错，我也看着。可你这些年欠下的，不是一夜认错能还清的。我要看的是你往后日日如此。那儿子要做到什么时候？做到你不再是为了求我原谅才去做好事的那一天。把汤喝了，明日回田庄把差事做完，账照还。是，儿子做给自己看。田庄夜里冷，这碗汤是你姐姐听说你回来，特意让厨房温着的。姐姐她还愿意理我？你欠她的，自己慢慢还。就是这封礼帖，前世就是这封礼帖，把我的灵月送去了那苦寒之地。他在北地哭了3年，病了3年，最后一个人死在那里。萧侯爷、老夫人，我们北地侯府诚心求娶贵府大小姐。世子虽远在北境，却是少年英才，大小姐嫁过去便是堂堂世子夫人。北地侯府门第不低，此事可以细谈。不谈。温宁，灵月的婚事不是小事，正因为不是小事，才不能随便点头。老夫人，北地是远了些，可世子前程大好，多少高门求都求不来。求不来的好亲事，为何偏偏求到我女儿头上？自然是看中大小姐的贤名。看中她的贤名，还是看中她的嫁妆？老夫人这话从何说起？从你这礼帖里说起。你们写着愿以薄聘相迎，却又暗附一张嫁妆建议单，连我女儿铺面1年的收益都算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什么？这只是2家商议时的参考。参考到要我女儿带3间铺子、2个田庄，外加腰箱银5000两。北地侯府是娶媳妇儿还是来借债的？母亲，灵月，不必怕，今日你只听着。老夫人，话不要说得太重，这负担不过是个参详的意思。2家结亲原是好事，何必伤了和气？和气？你们把我女儿的铺子、田庄一笔号算得清清楚楚，写进单子，这叫和气？女子出嫁带些丰厚的嫁妆，本是常理。世子诚心相待，老夫人何必这般多心？常理是嫁妆归女儿傍身，不是归婆家清点入账。这点常理，北地侯府怕是不懂。我女儿不远嫁，不贴补，不给任何人填窟窿。老夫人这般决绝，就不怕耽误了大小姐？我若耽误她，便是这一回。前世我点了头，把她送去北地，今生我宁愿她一辈子不嫁，也绝不再把她送去受那个罪。老夫人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北地侯府的门，不是谁都能拒的。侯府的大门就在那里，慢走，不送。温宁，
你这次太任性了。北地侯府虽远，可那门第摆在那里。凌月若嫁过去，是给我们萧家添光，添到那苦寒之地去。女子出嫁本就要为娘家谋一份助力，你也是做母亲的人，怎能只顾着女儿舒不舒坦？我就是因为做母亲，才不能再把她往火坑里推。什么火坑？你别听外头那些闲话。世子有军功，家世又好，家世好到要算计我女儿的嫁妆。高门婚事自然要有体面的嫁妆。体面的嫁妆是给女儿傍身的，不是给婆家填账的。你如今护女儿护得没边儿了。凌月是侯府嫡女，她的婚事该由父母和宗族做主。宗族可以见证，却不能替她过一辈子。温宁，你这话可就僭越了。自古婚姻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让女儿自己挑挑拣拣的道理？父母之命，若把女儿命都搭进去了，这命还要她做什么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一个女儿家的终身，怎能由着她任性胡来？让她自己选，不叫任性；逼她去送死，才叫造孽。祖婶，此事再议也不迟。程远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怎能让一个妇人一句话就退了这门好亲？祖婶若觉得这门亲好，不如把你的孙女嫁过去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好话，好亲事不能只便宜了我女儿。凌月，你自己说，女子的婚事哪能只凭自己的喜宴？从前我若被这样问，定会低头说凭长辈做主。可母亲今日把选择交回了我手里，我不想再做那个把自己一生都交给别人安排的人。祖婶，我不愿远嫁北途。你一个姑娘家，竟敢自己拒婚！母亲说过，我先是我自己。若这门亲要我的嫁妆，要我离家千里，还要我替侯府换体面，那我不愿。这是凌月的嫁妆独立文书，请侯爷签字，再请族老盖印。往后任何人不得以家族的名义挪用他一分一毫。你这是防谁？防所有把我女儿当银库的人。老夫人，沈公子到了。见过侯爷，见过老夫人，晚辈沈彦舟。你是大理寺沈家的晚辈？正是，晚辈今日来是受老夫人所托，送来北地侯府的查证。北地侯府竟欠下这么多外债？不止如此，他们世子在边地赌马，输过2次军饷，如今正急需一门嫁妆丰厚的亲事来填这个窟窿。凌约，出来听，你的婚事，你有权知道真相。大小姐放心，此事证据确凿。北地侯府提亲不是看重你的人品，是看重你母亲给你的嫁妆。若没有这些证据，父亲是不是就会让我嫁过去？凌月，父亲从前只是觉得门第相当。父亲看的是门第，母亲看的是我会不会过得好。还有一事，北地侯府曾与顾家有过银钱往来，顾家近日与他们来往频繁，似乎想借大小姐的婚事牵制侯府。果然又有顾家，顾家被退了亲，果然不肯善罢甘休。他们拿不到凌月的铺子，就勾上了北地。这张网比我想的还要密。你送来的及时，这条线不能断。顾家不是已经退亲了吗？退亲不代表收手，他们拿不到凌月的铺子，就会想别的法子。晚辈已派人盯着，若有动静，会立刻送信。多谢沈公子。大小姐不必谢我，女子的嫁妆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本就不该被人算计。
前世从没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只说女子该让，该忍，该为了大局把自己舍出去。侯爷，现在这份文书你还签不签？签。凌月的嫁妆，谁也不许再动。往后萧灵瑶名下的嫁妆，非她本人同意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多谢族老。你该谢你母亲，这般护着女儿把嫁妆担子力气的，老夫还是头一回在侯门里见到。从前不利，才让贪心钻了空子；今日利了，便是给他一道护身的墙。温氏，你这份心是好的，只是往后族中难免有人说你坏了规矩。坏规矩总好过坏人命，这后果我担。母亲，从前我总以为做女儿的就该听安排，您说让我让我就让，您说让我嫁哪里我就嫁哪里。从前是我糊涂，可您也是为了这个家。拿一个孩子去补另一个孩子，不叫为了家，叫偏心，叫亏欠。那今日这门亲，我可以自己聚吗？可以。父亲，母亲，女儿不愿嫁北地，不是因为怕远，也不是怕吃苦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看的就不是我，是我的嫁妆。父亲明白了。我也不想再做那个被人夸一句贤惠就把什么都让出去的人。说下去。母亲，您还记得吗？我12岁那年，二弟看中我院里那架古琴，您让我让给他，我让了。15岁，庶妹的疾病里缺一套头面，您让我先匀出去，我也让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全府都夸我懂事，夸我贤惠，我便以为让就是对的，让的越多，我就越是个好女儿、好姐姐。可让到后来，连我自己的嫁妆，连我嫁去哪里，都由别人定，我才发现他们夸我懂事，不过是因为我好欺负。我想学管铺子，学看账，学自己安身立命。若将来有一日我嫁人，我希望那个人娶的是我，不是我身后的铺子。好，凌月，你今日能说出这番话，娘这条命重活一回就值了。这门亲事我不认，请族老做个见证。既是本人不愿，此事便止。凌月，从前父亲对你关心的太少，父亲以后可以多看看母亲，他撑这个家撑得太久了。老夫人，北地侯府送来了回帖，他们说若侯府不答应亲事，便要把大小姐拒婚之事传遍京中，坏大小姐的名。那就传。再替我回他们一句，我女儿，他们若敢毁我女儿名声，我便把他们北地侯府欠下的那一身烂债，连同世子赌输军饷、克扣边饷的事儿，一张一张写成状纸，递到御史台，再传遍京中。这些年，我竟不知道侯府亏空到了这个地步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从来不必知道。只要府里缺银子，自有人来找我，只要我补上，侯爷的脸面就还在。温宁，我从前以为你是愿意的。我愿意，是因为我以为一味退让能换来家和。这些年府里大大小小的开销，你从没同我提过一句难，我便以为是宫中的进项足够。我若提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去查各房的账，还是只叹一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？我太知道你了，所以我宁可自己当了嫁妆，也不愿听你那一声叹气。是我让你寒了心，可退到最后，儿子觉得理所当然，女儿觉得自己该被牺牲，连侯爷你也觉得我的嫁妆本就该填侯府的窟窿。凌月，父亲险些害了你。父亲没有逼我上轿，可父亲从前也没有拦过他们一次。是父亲错了。父亲，他受得起，你也受得起。这些年是我亏待了你们母女。侯爷不必同我说这些，错了就改，别只说。你要我怎么改？从这里开始，侯府宫中亏空3万两，各房借支不明，田庄收益被吞，铺面分红被挪。侯爷若真知错，就亲自把这些账看完。好。再立一条规矩，侯府宫中不得再动我的嫁妆，凌瑶的嫁妆不得再以家族的名义挪用。我明日当众宣布。前世我也信过他太多次，每一次他都说下不为例，可下一次照样有人来挖我的骨头。
我要看他怎么做。侯爷，话好听没有用，我要看你怎么做。从明日起，侯府的烂账我同你一起清。那就先从你自己名下的亏空查起。我听说啊，北地侯府退了亲，不是老夫人不愿，是大小姐自己不干净。可不是，要不然好好的高门亲事，怎么说没就没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大小姐别动气，下人嘴碎未必是有心的。嘴碎到污蔑主子的清白，还叫未必有心？姐姐，如今外头都在传，若堵一个婆子的嘴，能堵得住满京城的嘴吗？谣言从哪里起，就从哪里掐断。大小姐年纪也大了，亲事又屡屡不成，外人难免要猜测。姐姐若真为她好，不如尽快择一门亲。姨娘这是让我为了堵流言随便嫁人。女子的名声比命还重，说得好听，你是怕她名声受损，还是怕她不嫁出去，那些嫁妆仍旧握在自己手里？姐姐，何必总把我想得这样坏？妾身也是看着大小姐长大的，怎会盼她不好？你看着她长大，却盼着她赶紧嫁出去，好腾出那些铺子。这份心我可不敢领。姐姐这话伤人，妾身一片好意，倒成了居心叵测。好意？你院里的丫鬟在外头嚼我女儿的舌根，这也是你的好意？姐姐，这与妾身何干？下人嘴杂，妾身也管束不及。因为你从没让我失望过。谁让你们传的？奴婢只是听来的。从谁那里听来的？姐姐动了刑，伤和气。我不动刑，我只扣月钱，逐出府，再把他的卖身契送去官衙。老夫人饶命！是林姨娘院里的春桃说的，说大小姐拒婚是因为早有了私情。胡说！春桃一个丫鬟，懂什么这些？她不懂，你懂。去林姨娘院里把春桃带来，再封了院门，谁也不许出。姐姐，你这是要搜我的院子？不是要搜，是已经开始搜了。说，谣言是谁教你的？奴婢只是听外头人说的。外头人是谁？奴婢不记得了。记不得没关系。老嬷嬷，把她的卖身契取来。老夫人饶命！姐姐，一个丫鬟而已，你何必这样吓她？她吓我女儿名声的时候，可没手软。老夫人，信藏在衣箱的夹层里。念。信上写着，若能逼萧灵月急嫁，顾家愿奉银500两，事成之后再助萧恒重议亲事。姨娘，原来你为了萧恒还要毁我的名声。不是我，这信我从未见过。那这信怎么藏在你的院里？有人栽赃。栽赃的人还知道把顾家的银票一起塞进去。老夫人，是姨娘让奴婢传的。姨娘说大小姐名声坏了，老夫人就会急着把她嫁出去。贱婢，你敢攀咬我！姨娘还说只要大小姐一走，她名下的铺子就好商量了。奴婢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句假话。你这贱婢，平日里我亏待你了吗？如今竟编排起主子来！姨娘，奴婢若不说实话，这船要的罪要奴婢一个人背。奴婢上有老母，不能为您把命都搭进去。我从前到底挡了你们什么路？你挡的不是路，是他们的贪心。姐姐，我只是为孩儿着急。顾家退亲后，他在京中抬不起头，只要大小姐嫁出去，后府的风声就能平。所以你为了儿子的脸，要女儿的命。她又不是我的女儿。这句话，你总算说出来了。你伺候侯爷这些年，我从没把你当外人。逢年过节的赏赐，恒儿的份例，哪一样亏待过你？可你心里却把凌玉当成挡你儿子路的人。姐姐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不必叫我姐姐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只有府里的规矩。把春桃押去正厅，林姨娘你也去。今日这桩谣言，我要当着侯爷的面查个清楚。老夫人忽然请我来，是有何事？问你一封信。婉晴不懂。信里写着，只要毁了凌月的名声，顾家就给林姨娘500两。老夫人慎言，顾家虽与侯府亲事不成，也不会做这种下作的事。侯爷，妾身也是被人陷害的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不认？这玉佩是准备放进凌月院中的吧？这与我何干？这玉佩来自顾家的铺子，刻的却是北地侯府的暗文。你们想让人认为凌瑶与北地世子私相授受。老夫人血口喷人。顾姑娘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非要毁我？萧姐姐误会了，
我也只是听旁人说起。听旁人说起，就备好了一枚刻着北地暗纹的玉佩，要塞进我女儿的院子。顾姑娘，你这旁人倒是料事如神。这玉佩根本不是我的，许是有人栽赃。栽赃？你们顾家倒是很爱用这2个字。沈公子已经查过了，顾家前日买了3枚同样的玉佩，一枚在你手里，一枚送去了北地侯府，还有一枚就在这里。萧凌月若清清白白，怕什么查？我怕的不是查，是你们这些人为了银子，连一个女子的清白都敢拿来做局。说得好，顾家好大的胆子！侯爷，我也是为萧恒好，若萧凌月嫁去北地，萧恒便还有机会同顾家重修旧好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你们毁凌月是为了给萧恒铺路。婉清，你真要害我姐姐？萧恒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回侯府重新抬起头。为了我，你毁我姐姐的清白，逼她嫁去北地，这也叫为了我？只要她走了，你就能回侯府了。不用了，我这次听得很清楚。萧恒，我都是为了你。你被老夫人逼去田庄，被京中人嘲笑，我不忍心。所以你要毁我姐姐的清白。只要她嫁了，侯府的风声就能平，你也能回来。回来，继续花我母亲的银子，踩我姐姐的嫁妆，是吗？环儿，姨娘也是为你，你不能帮着外人逼我。姐姐是外人吗？她是嫡女，从小什么都有。你呢？你若不谁替你？从前我也这样想，可我现在知道，我拿到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母亲和姐姐让出来的。萧恒，姐姐，从前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我总觉得你是姐姐，就该让着我，你的铺子、你的嫁妆、你的体面我都觉得，可今日我才给我用，那不是你该给的，是我不该要。起来！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把自己院里那架古琴让给我那时还嫌它旧，没弹2日就丢在库房里落灰，你却连一句怨言没有。还有你及笄那年，本该添的头面被云去给了庶妹，你只是低着头说一句无妨。姐姐，你让了我半辈子，我却从没想过回头看你一眼。那些事我都不记得了，可我记得，从今往后我都记得。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，我欠你的，我会还。萧恒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前程都不要了？我若还认你这套话，才是真的疯了。涵儿，你是姨娘唯一的指望。姨娘，我不是你的借口。你说为我好，可你只是把我的错越养越大。道歉容易，还债难。我知道，我明日回田庄，不求回府，不求免债。记住今日这句话。顾姑娘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你若再动我姐姐，我第一个把证据送去京兆府。萧恒，你当真为了一个迟早要嫁人的姐姐，跟我恩断义绝？姐姐嫁不嫁人都是我姐姐，你害不害她，却看出了你是什么人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已经后悔过了，这一次不想再做。证据都在这里，林氏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祖老，妾身只是一时糊涂，妾身没有真想害大小姐，只是想逼老夫人心软。逼我心软，就要毁我女儿的清白。大小姐名声若受损，总还能再嫁，可恒儿若被人笑话，一辈子就毁了。姨娘，焕儿，姨娘都是为了你。别再说为了我了，你每说一次，我欠母亲和姐姐的债就更重一分。你竟也怪我，我把你拉扯大，供你读书，替你张罗，你如今倒站到他们那边来怪我。我没有站谁那边，我只是看清了，你替我读书张罗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母亲的私库，是姐姐的铺子。你说为我好，可你给我的每一样都是偷来的。我拿着这些，长成了一个只会伸手的废物。我那是为了让你不比嫡子差。可我若靠偷，就算穿得比大哥还体面，也还是个贼。
姨娘，你总说怕我比嫡子矮一头，可你护我的法子是教我伸手，教我占便宜，教我把姐姐踩在脚下。这样长大的我，才是真的比谁都矮。华儿，你这是被你母亲教唆？没有人教唆我，是我自己在田庄数了半年的粮，跪了一整夜的祠堂，才想明白的。林氏，你偷印信、亲嫁妆、传谣无主、勾连外人，若还轻纵，侯府的家法变成了笑话。侯爷，妾身伺候您多年，正因为多年，我才更心寒。姐姐，我给你磕头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放过我这一次。你求我放过你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放过凌月？大小姐，不是没事吗？非要她被逼嫁、被辱名声、被毁一生，才叫有事？前世凌月就是被这样一张嘴的一双手推下去的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错。他们都说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恒儿。可凌月的命，谁来还？按家法，林氏夺院中管事之权，收回私物，禁足偏院1年。若再犯，送去家庙。1年，祖老开恩。不止，他院中所有账目重查，凡与顾家往来的银钱全部抽回。春桃送官衙，涉事的婆子逐出府。照办。花儿，救我！姨娘，你该受罚，我也该受罚。你知道便好。母亲，我愿继续去田庄，3个月不够，我做满1年，月钱全抵欠期。1年太长，你先把3个月做明白。田庄不是罚你吃苦，是让你知道1文钱怎么来。母亲，姐姐，我会还。别说给我听，做给自己看。老夫人，长房近3年外借银两共4300两，其中2000两写的是官场打点，另有1300两没有名目。没有名目，便是说不出口的窟窿。母亲，官场行走哪有样样都能写清楚的？那便别花我的钱。儿子是为了侯府，若我被上峰看中，侯府自然有前程。你所谓的前程，靠田庄暗账，靠铺面分红，靠你妹妹的嫁妆，这样的前程我不要。明艳，这些欠条为何没有报宫中？父亲，宫中没有银子，所以你就去拿你母亲的。从前都是这样，母亲也从未说过不许。从前我没说，是我错。如今我说了，你还装听不见，就是你的错。母亲，儿子在外头交际的那些人，哪一个不是朝中要员？我若拿不出体面的礼，失了他们的看重，将来侯府有事，谁来帮衬？这银子花得值。值不值，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。你那些交情，若要靠我的嫁妆喂着，断了银子就散，那本就不是真交情。母亲这事把官场看得太简单了。是你把伸手要钱说得太冠冕了。夫君，你欠下这些，长房拿什么还？你也要逼我？不是逼你，是我不想再靠母亲的私产给你撑体面。母亲若断我的银子，我在外面如何应酬？能推的推，不能推的自己想办法。若你觉得做官只靠银子，那你不如早些辞官。母亲，欠条留下，3年内还清，利息照族中的规矩算。您连亲儿子都要算利息？亲儿子借钱不还，才更该算。明日把长房的欠契送去祖老处封存，谁再用我的名义在外借银，侯府一概不认。母亲这是要断我的路？不，我是把你从我的前路上赶下去。你若真有本事，自己也能走出一条路。你父亲当年也没有靠谁的嫁妆铺路，他年轻时一身布衣，凭军功挣回这个侯府。你若真有他一半的士气，何愁走不出自己的路？别再拿侯府的前程吓我。府中现银不足100两，外欠采买银1600两，修缮银800两，车马银300两。侯爷，从前这些都是老夫人拿私库补的。补了
多少年？至少15年。这些年你为何不说？我说过，侯爷总说一家人不必计较，后来我便不说了，只掏银子。是我糊涂。去年冬天，恒儿东医御书送礼、明宴宴请都记在这里，3笔共700多两，全从你司库走的。那个月我把陪嫁的羊乳玉镯当了，我竟一无所知。从今日起，侯府宫中不得再动温宁的嫁妆1文钱，各房借支须有条据，逾期不还，扣月例抵账。父亲，你也一样。还有一事，温宁名下的铺面田庄皆为他的私产，灵月的嫁妆已经立契，任何人不得借家族的名义挪用。这是要让母亲掌整个侯府？不是他要掌，是我们从前把担子全压给他，却还想花他的钱。如今该还规矩了，府中重整，由我和你一同查，谁来求情都不许越过账册。侯爷这句话最好记住。此事老夫记下了，往后谁再违规，依此处置。母亲，儿媳愿照新规学着办账。愿意不够，要会办。账房，往后秦氏跟着你学公账，每日一报。是。这些烂账堆了10几年，今日总算有人一笔笔清出来了。清账不难，难的是往后不再有人把它重新弄烂。有这家规在，有你在，弄不烂了。从今往后，侯府的体面自己争。谁再拿孝道亲情来压我出钱，这账册和家规便是答案。老夫人，听说府里如今是大奶奶在学管账，秦家有桩小本买卖周转不开，想借500两应急。向谁借？自然是向自家的姑奶奶，她是侯府长媳，500两不过一句话的事儿。舅舅，侯府中也紧。你这孩子，家境高门，怎么反倒小气了？从前你婆母拿银子不是痛快得很？从前痛快，所以如今不痛快了。老夫人说笑了，亲戚之间何必算得太轻？又是不必算清。你们这些借钱的人，话术倒像一个师傅教的。若老夫人不方便，我让秦氏私下拿也成。不成。你说什么？舅舅若要借钱，写借据，写期限，写利息，否则我1文都不会拿。你连娘家都防？我不是防娘家，是不再拿婆家的账，替娘家做人情。500两而已，何必闹得难看？夫君，你外头的欠契还没还，长房没有余钱，替秦家撑脸面。明艳，你也管管她，女子嫁人不能忘本。舅父，此事容儿子再想想。夫君，你若今日开口替秦家借了这500两，明日母亲那本账上记的就是你长房的债，你欠的还没还清，还要再添一笔吗？舅父，秦氏说的也有道理。忘本？他若今日偷拿侯府的银子给秦家，才是忘了做人的本分。舅舅若真急用，借据我可以写，只是500两太多，我只能以自己的嫁妆借出100两，3个月归还。100两？打发叫花子呢？那便不借。你如今翅膀硬了。不是翅膀硬，是腰终于直了。今日这笔账你守住了，明日起跟账房学铺面收支。母亲，儿媳方才拒了亲舅舅，心里也不好受。守这条线本就难，难就难在开口的是你最亲的人。可儿媳若今日松了口，往后秦家就会一回回的来，儿媳就成了那个搬空侯府的人。你能想到这一层，就比从前的我强。我当年就是一回回心软，才把自己掏空的。谢母亲教我。女儿，你弟弟说亲正缺银子，你若不帮，娘家就要被人看不起了。母亲，女儿只能拿自己的嫁妆借100两，侯府宫中不能动。你嫁得好，怎么反倒连娘家都不管？管娘家，
不等于拿婆家和婆母的钱填娘家。老夫人，秦氏是侯府长媳，将来侯府的产业总有她一份。如今先知些又如何？侯府的产业有没有她一份，要看规矩。我的嫁妆与你秦家没有半分关系。老夫人何必把话说死？将来明艳继承了侯府，秦氏自然是当家主母。我还没死，侯府还没轮到外戚来分。侯爷息怒，我们只是心疼女儿，当娘的看着女儿在婆家立不起来，娘家又帮不上，心里实在不好受。秦夫人，你女儿在这侯府立不立得起来，不靠借给娘家多少银子，靠的是她手里有没有自己的账，心里有没有自己的主意。老夫人这话，妾身不敢苟同。心疼她，就别逼她偷钱。母亲，儿媳今日想把话说清。秦家若借我的嫁妆，我愿量力而行；若想借侯府的名头，儿媳不答应。你这是不要娘家了？不是不要，是不能再糊涂。婆母一辈子被人用亲情要钱，儿媳不想再走这条路。说得好。既然侯府不讲亲情，那我们秦家也不用顾脸面。你若敢在外头说侯府薄待亲家，我便把你今日上门要分我嫁妆的话，一字不漏传出去。宋柯，母亲，从前我只想着长家拿权，却不知长家第一件事是守住不该给的钱。你今日明白，还不算晚。母亲，儿媳从前还在背地里埋怨过您，说您管家太严，连娘家来借点钱都要立借据。如今儿媳才知道，那不是严，是您替这个家守着最后一道门。这道门，从前是我一个人守，如今你也学会守了，我便轻省些了。儿媳会学，也会劝夫君还账。劝不动，就先管好你自己。女子手里有账，心里才不慌。这几袋粮，账上记着入仓，库里却没有。粮去了哪里？二少爷看错了，兴许是搬去别处了。搬去哪里？开库门，我看看。夜深雨大，明日再看也不迟。二少爷，他们今晚要把好粮运走。老东西，你又胡说什么？让他说。上回庄头被拿了，他们还留了一手，好粮暗中卖出去，拿没粮补账。今夜有车来接。贝登，去后门。好粮外运，没粮入账。你们的胆子不小。二少爷，分您3成，您就当没看见。又是3成，上一回我没动心，这一回我手头比那时还紧，欠母亲的债还有大半没还。可这粮是佃户的口粮，从前你们若这样说，我或许真会心动。那现在呢？3成银子够您把欠债还掉一截了。二少爷在田庄吃这份苦，图的不就是早点还清债，回府去吗？回府，我也要凭干净的银子回，不是靠偷佃户的口粮。二少爷，你也太实诚了，这庄上从庄头到伙计，哪个没沾过粮？您不拿，这粮照样被别人分了去。您何苦做这个轻财？别人分是别人的罪，我拿就是我的罪。这账我分得清，还掉一截欠债，再背上一身偷粮的罪，这买卖我不做。怎么不继续跑了？老夫人，母亲，他们偷运粮食，以没粮充账，证据和账册都在这里。
这一次，你还是没有拿银子堵嘴。没有，我欠您的债，是我自己花出去的，我认。可这粮是佃户的命，我不能拿它来还我的债。把人拿下，粮车封存。明日随我回府，把这本账亲手递到正厅。老夫人，粮仓亏空，若按市价算，至少1800两。幸好二少爷发现的早，好粮还没全部运走。这一次，恒儿立了功。母亲，我没有收他们的银子，也没有替他们遮掩。我知道。那我能回府了吗？你做对了一件事。一件还不够吗？你从前做错的不止一件。母亲，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原谅不是赏银，不是你立一次功我就立刻给你。那我要做到何时？做到你不再是为了求我原谅才做好事。母亲，儿子这半年在田庄起早贪黑，聚了2回分赃，查了2本烂账，儿子以为总能抵一些。你以为做了这些就够抵从前了？儿子不是这个意思。恒儿，你这半年做的是一个人本分该做的事，不是天大的功劳。你欠的是你10几年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，这笔账没那么快能平。明日你回田庄，把剩下的粮仓清完，把被克扣的店人口粮补回去，月钱照旧扣，欠契照旧还。母亲，我以为这次至少能减些欠银。好事不是拿来抵旧债的，你欠我的银子要还，你欠自己的骨气也要慢慢挣回来。若我一直还不完呢？那就一直还，只要你还在做正事，这债便不是羞耻，是提醒。儿子，明白了。萧恒，你今日护住了田庄的佃户，也算护住了母亲的心血，谢谢你。姐姐，是我该还你的。话不必多，回田庄。母亲，我会做给自己看。你其实心软了。这孩子这半年确实变了。我看得见他变，可正因为我看得见，才更不能这时候松口。他这点好是刚扎下的根，我若现在就夸就赏，这根扎不深。你是怕他好不容易立起来又塌回去？心可以软，规矩不能软。温氏，你要把新家规入祠堂。是，口头的规矩容易被人忘，写进祠堂，谁想忘也忘不了。这规矩我已看过，我同意。年来听听。第一，宫中归宫中，私产归私产，侯府不过以任何名义动用主母的嫁妆。第二，女子嫁妆担当利器，夫家娘家皆不得侵占。第三，各房月例按规支取，额外开销需报账，无条据者不得支银。第四，婚嫁不得挪用旁人的嫁妆，谁受益谁出资。这些规矩比从前严，从前太松，才让贪心钻了空子。你不怕子女怨你？他们怨我一时，总好过将来恨自己一生无能。温氏老夫问你一句，这家规一立，往后侯府的女儿嫁妆都要单字立契，重抓那儿媳嫁妆偏不加价，怕是要骂你，坏了祖宗的规矩。祖宗的规矩里若有一条是把女儿当货，把儿媳当账，那这规矩本就该改。你就不怕担这个骂名？我前半生担了一辈子贤惠的好名声，换来的是冷院里一副喝不起的药，这样的好名声我不要了。罢了，你这份心是为了天下儿女，老夫认了。母亲不是断他们的路，是让他们别再走别人的路。你能明白，我便没有白立这份规矩。从前我总说家和万事兴，
却把这份和气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今日这规矩是我欠你的一个交代。侯爷记住，规矩不是写给我看的，是写给你自己看的。我记住。母亲，若我日后也有女儿，我也想给她单独立一份嫁妆文书。那你今日就没有白学。母亲，若天下的女子都能这样立气就好了。那便从我们侯府开始。从今日起，谁再伸手，就不是求情，是犯规。大小姐要的花露原料已经同南方的商队谈好了，价格比原先低2成，品质可保。多谢沈公子。是大小姐的配方好，我只是牵了个线。母亲，今日半日入账，已经超过旧铺从前3日的收益。账好看，也要看现银和库存，别被热闹迷了眼。母亲放心，我让伙计每卖10盒便清点一次，晚间再合一次库。很好。大小姐，宫中女官派人来问，这款桃花糕能不能订20盒？母亲，宫中采买向来讲究，我怕就慢慢做，不会就学。机会来了，不必因为怕失手就往外推。宫中女官看中的不是侯府的名头，是大小姐这批货确实好。可宫里的规矩比寻常铺子严得多，若交货差了1分，误了日子，便是欺君的罪名。我若接了，是给铺子揽天大的风险。风险人人都怕，可你若因为怕就把送上门的机会推出去，这铺子永远也做不大。大小姐放心，交货的日子，货源的供给，我替你盯着。只要你的配方稳，这一单稳得住。那我亲自拟一份供货单，数量、价格、交货日都写清楚，我替你核账。你们2个一起办，一个管货，一个管账，谁也别只听旁人说。这铺子换了主人就是不同，东西好，人也清明。前世我远嫁前连自己铺子都没真正走进过，今生我站在这里，手里握着账本和契书，原来自己挣来的东西是这样让人心里踏实。母亲，我曾以为嫁妆只是体面，现在它也是我能站稳的底气。记住这份底气，将来谁爱你都不能拿走它。真正敬重他的人，只会替他守住底气。母亲，我想亲自接下宫中这一单。接了就要守信，按期交货，按账收银。沈公子，这话日后你最好也记住。如今永安伯府也不肯议亲，婉晴的名声被侯府害成这样，世子总要给条路。路不是没有。萧凌月若名声稳，侯府便不会起；若他名声乱了，温宁再硬也得替他找个归宿。上次玉佩那局已经败了，温宁如今防得极严。防人防不住众口，京中的花宴快到了，人多眼杂，最适合出事。你想做什么？让萧凌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再让该看见的人看见。若又被温宁抓住证据呢？这次不放证据，只放人。偏院外男，众目睽睽。清白这种东西，回起来不需要真相。我要他也尝尝被人退亲的滋味。你要出气，我要他的嫁妆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姑娘，长公主府花宴的名单送来了，萧大小姐也在其中。她如今开了铺子，得了女官的青眼，风头正盛，若在花宴上出事，就更好看了。可温宁未必会让她单独行动。那便从侯府内院找钥匙，再严的门也怕里头有人开。侯府的旧人里还有人收过顾家的银子。很好。花宴那日把萧凌月引去偏院，其余的
我来安排。世子，万一温宁又像上回那样提前察觉，我们岂不是又要折一回？上回败是因为我们用了证据，证据能被反查。这回不用证据，只用人。一个外男，一间风院，众目睽睽下，萧凌月就算浑身是罪，也说不清。可温宁那个女人实在难缠，再难缠的母亲，也护不住女儿的清白被当众撕开。你只管把人引到偏院，剩下的看我的。世子，偏院那边已经买通，只等钥匙。那就让他有去无回。这一次我要温宁亲眼看着，他护得再紧，也护不住女儿一辈子。老夫人，这钥匙是在旧仆房里搜出来的。他说是顾家的丫鬟塞给他，让他花宴那日交给长公主府偏院的洒扫婆子。顾婉晴还不死心，这次竟把手伸到长公主府的花宴上，若在那里出事，名声便难收拾了。所以他们才选那里。我查到，北地世子近日进了京，但没有公开拜访侯府。顾家与他暗中见过2次。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是冲你的嫁妆和你的名声来的。母亲，我不想躲。若我不去花宴，外人会说我心虚；若我去了，正好看看他们还要怎么害我。你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一辈子躲在母亲身后。前世的凌月，遇事只会哭，只会躲，只会让。如今他肯迎着刀往前走了，我这一回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扛。好，那便去。只是这次不是让你单独扛。母亲打算怎么做？第一，花宴那日你陪凌月同行，全程不离半步。第二，老嬷嬷提前把这把钥匙的来路报给长公主府的女官，但不要声张。第三，沈公子盯住北地世子的人。老夫人放心，我会安排人守住偏院外的路。那我呢？你要做一件最要紧的事。什么事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他们以为这张网已经撒下去了。母亲，我若装的不像，被顾婉晴看出来怎么办？你不必装得滴水不漏，你只要记住一件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不慌不躲，不急着辩解。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本就不必处处解释。女儿明白了，他们越是要我慌，我便越要稳。对，他们设这个局赌的就是你会乱，你只要不乱，这局就破了一半。记住，别人设局不怕，怕的是自己先乱。你只要站稳，这局就会反过来困住他们。若顾家当场攀摇怎么办？证据提前交给女官，人证藏在旁边，偏院换人守着。他们敢攀骂，我便让他们在长公主府当众认账。老夫人这是要把陷阱变成公堂？不，是把他们自己挖的坑留给他们自己跳。凌月，明朝照常去，你不是去自证清白的，你是去告诉所有人，萧家的女儿不怕脏水。萧姐姐今日气色真好，听说你的胭脂铺得了宫中采买，真是可喜。多谢顾姑娘，从前是我不懂事，若有得罪，还请萧姐姐别放在心上。顾姑娘若真心赔礼，往后别再提旧事便好。萧姐姐还是怪我，顾姑娘多虑，凌月今日是来赴宴，不是来翻旧账的。姑娘，奴婢把您的玉簪落在偏院了，那簪子是夫人给您的。怎么这样，不小心？萧姐姐，
我这丫鬟新来，不识路，偏院离这里不远，能否请你陪她走一趟？顾姑娘自己的簪子，何必让凌月陪？秦姐姐说的是，只是我若离席，旁人又要说我失礼。顾姑娘怕失礼，我也怕落人口舌。秦嫂嫂与我同去，只是取一只簪子，何必劳烦两位？秦姐姐是长媳，席上还有许多夫人要应酬，何必为这点小事走开？萧姐姐陪着去便够了。她非要支开秦嫂嫂，只留我一个。母亲说的对，这偏院有古怪，可我越是看出来，越要不动声色。秦嫂嫂陪我惯了，多一个人，多一双眼，也好替顾姑娘把簪子找全。那也好，既然不麻烦，一起去也不耽误。偏院今日封着，几位要去哪里？不过是寻一只簪子，长公主府的偏院不许客人私入，若要找，我带路。有劳女官。萧大小姐不必客气。今日偏院的钥匙都在我这里，按理说不会有人进去。女官大人，里面似乎有人，许是看错了。既然看见了，就该查清楚。偏院封着，哪来的人？多半是萧姐姐眼花了。这簪子，我看改日再找也罢。顾姑娘方才还急着要找簪子，怎么这会儿又不找了？来人，守门，谁也不许走。许是府中的仆役在打扫，今日偏院封闭，仆役也不得入内。萧大小姐，你怎会来这里？萧姐姐，你与世子约在此处。顾姑娘，这话问得好，我也想知道北地世子为何会出现在长公主府封闭的偏院里。老夫人怎么在这里？你们请我女儿入局，我这个做母亲的怎能不到场？老夫人误会了，我只是走错了路。长公主府的偏院有锁，走错路，走不开锁。这把钥匙是侯府的旧仆提前送来的，他已经招了，是顾家的丫鬟收买他，让他今日把钥匙交到偏院的洒扫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偏偏你的丫鬟带着灵药来取所谓的玉簪。你不知道，北地世子偏偏等在院里。你不知道，开口第一句就要坐实我女儿同他私会。我只是担心萧姐姐的名声。顾姑娘，担心我的人不会把我往有外男的偏院里引。萧大小姐清白与否，搜一搜院中不就知道了？若没有她的东西，谁也冤不了她。你说的对，搜。顾姑娘，认得这香囊吗？这不是萧姐姐的。错，这是你顾家的丫鬟昨夜买通绣娘赶制出来的。绣娘就在长公主府的后门候着，她说得清是谁给的银子，是谁让她绣的萧字。一个绣娘的话也能当证据？还有世子入府的门路，你今日并不在花宴的宾客名单上，却从偏门入府，谁给你的门帖也查得到。前世也是这样一张网，我没能护住他。那一年我由着脏水泼上来，后来他远嫁，受尽冷眼，他一个人死在北地。那张报丧的纸，我到死都记得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他们碰他一根头发。你们以为毁一个女子的名声，只要一间偏院，一个外男，一只香囊。可我告诉你们，今日这偏院不是你们的陷阱，是我给你们留的公堂。温宁，你早就知道我吃过一世的亏，这一世还会让你们用同一套脏手段碰我女儿吗？顾姑娘，北地世子，请随我去见长公主。你敢扣我？这里是长公主府，不是北地侯府。你想毁我女儿的名声，今日便先把你自己的名声交出来。
老夫人，查到了，偏门的门贴出自顾家。这里还有顾家收北地侯府5000两银票的凭据，日子就在花宴前3日。钱庄的凭据也未必能证明与今日有关。那再加上绣娘的供词、钥匙的来路、偏门的门路、顾家丫鬟的证言，够不够？顾婉晴，到了这一步，你还要说是为我好吗？若不是你被你母亲断了银子，顾家何至于走到今日？你到现在还觉得错在别人？我只是想嫁得好，女子不为自己谋，难道像萧凌月那样守着几间铺子装清高？凌月守的是自己的东西，你抢别人的东西，才叫下贱。萧二少倒会说漂亮话，若没有温宁撑腰，你不过是个田庄小厮。我如今确实在田庄做事，可我挣的每一文，都比你借女子的嫁妆、田债来得干净。北地侯府债务累累，世子却打着求亲的名义算计女子的嫁妆，此事若送到御前，世子也不好交代。老夫人，我可以向萧姐姐赔礼，此事不要闹大。你不是怕闹大，你是怕自己嫁不出去。女子名声一毁，就全完了。你设局毁凌月时，也知道这一点。这东西还你，你我之间彻底了断。你以为我还稀罕？你稀罕的从来不是我，是我母亲的私库，是我姐姐的嫁妆，是侯府给你的体面。如今这些都没了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我愿作证，我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的，一字不落。那就记住，证词只说实话，不说情分。是，今日不是为了求母亲原谅才做这个证，是这件事本就该有人说句公道话。他说不是为了求我原谅，这句话我等了整整1世。长公主已经命人将证据送往宫中，今日之事，长公主府会亲自说明，绝不让萧大小姐受污名。多谢女官大人。大小姐今日临危不乱，倒让长公主另眼相看。大小姐没有被局困住，是因为心先稳住了。若不是母亲早有安排，我未必能撑住。我能安排一次，不能替你走一辈子。今日你没有乱，才是真正赢了。顾家这回怕是再也翻不了身了。长公主醉宴，用女子名声做局，顾家的姑娘日后想在京中一亲难了。北地侯府也会被追查债务。恶人自是恶果，怪不得旁人。还有一事，长公主试过大小姐铺中的桃花糕，觉得不错。宫中采买那边愿先订50盒。今日出了这样的事，长公主还愿意用我的货？正营出了这样的事，长公主才更看重你，能守住名声，也能守住账本。这样的女子，不该被流言压住。女官大人，今日偏院那场本是冲我设的局，我若处置的不好，污了长公主府的清净，该是我向长公主赔罪才是。大小姐多虑了。长公主说，她活了这把年纪，见多了被人算计就慌了手脚的姑娘。像大小姐这样临到陷阱前还能稳住的少见。这50盒既是采买，也是长公主给你的一个体面。接。母亲，我接。若大小姐需要南方的花露，我那边还能再调一批。沈公子帮我太多，我不能总白受。按市价走账，契书写清。凌月，记住今日，你不是靠躲过一场陷害才站起来的，你是靠自己站稳，才没有被他们推倒。母亲，我从前总怕名声2字，今日才知道，
真正伤人的不是名声，是别人拿名声逼我低头。说得好，往后谁再拿名声吓你，你就拿规矩和本事回他。女儿知道了，明日我就回铺子备货。今日登门是向侯爷、老夫人正式求娶萧大小姐。你求娶凌月，看中她什么？看重她心性清明，遇事不乱，也看重她愿意学账管铺，不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旁人安排。你不嫌她管生意？为何要嫌？会管生意是本事，不是短处。凌月名下有铺子，有田庄，有独立的嫁妆文书。她嫁人之后，这些仍归她自己掌。理应如此。若你母族要她交中费、交嫁妆，贴补沈家呢？我今日带了沈家的分家文书。婚后我与凌月另立小院，沈家宫中不动她的嫁妆，若有人伸手，我先拦。你早有准备。老夫人教过我一句话：敬重一个人，便要替他守住底气。话说得好听，不难。我再问你，若凌月一生不愿把铺子交给你，也不愿放弃宫中的采买，你还娶吗？娶。他的铺子是他的事业，不是我的阻碍。他若愿意，我帮他；他若不愿意，我不插手。若有一日，他的铺子做得比你的前程还大，京中人都只知沈家有个能干的夫人，却不识你这个夫君，你可受得住？受得住。我娶妻，不是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影子，是娶一个能与我并肩的人。他若能比我强，是我有眼光。若外人说他不安于世呢？那是外人，眼界窄。我的妻子能立得住，是我的福气。沈公子，你可知道，我不是只会在后宅等人的女子。我知道，你能查假账，能做铺子，也能在偏院的陷害里站稳。前世，我把女儿送进一场不被尊重的婚事，她在那样的人家，连一句提己话都没听过。今生，我终于能让她自己选一回。凌月，这门亲你自己说。我愿意再相看，不是因为沈家的门第，也不是因为母亲满意，是因为你今日答的每一句，都把我当成了我自己。多谢大小姐愿意给我机会。既如此，两家便先议定相看之礼，不急着定婚期。对，不急。我的女儿不是急着出手的货。沈彦舟，记住你今日的话，你若日后敢忘，我能护她第一次，也能护她第二次。晚辈不敢忘。长公主说，萧大小姐这批桃花糕做得稳，宫中院续订一季。请女官回禀长公主，凌瑜会按期交货，不敢怠慢。还有一事，京中已有不少人问起大小姐的亲事，长公主让我带一句话：女子有本事，不必急着把自己嫁出去。凌瑜，记下了。沈公子，昨日你求亲，今日又见凌月接下宫中的订单，你若心里有顾虑，现在收回婚书还来得及。侯爷误会了，我来是想补一份气。婚后不干涉萧凌月名下的铺铺田庄，不以夫家的名义调用其嫁妆收益。若违此契，女方可带嫁妆归宁。沈公子，你不必做到这个地步。我若只口头说尊重，日后你拿什么自保减下来，才算给你底气？你不怕旁人说你惧内？若敬重妻子也叫惧内，那我认。沈公子，你这一纸气，等于把沈家的脸面都压上了。你父母会同意？晚辈已与父母分说清楚，这门亲
我要的是个能并肩的妻子，不是一份丰厚的嫁妆。沈家若因这个不认这门亲，那晚辈宁可分家另过。他肯为凌瑜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前世凌月嫁的那户人家，连一句提醒话都吝啬。这一回，但愿是我替他选对了。母亲，我愿意定下这门亲。你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不是因为沈家好，不是因为他救过我，也不是因为旁人说合适，是因为他愿意让我做我自己。我会记住今日的话，不止记住，还要做到。若有一日我做不到，老夫人不必给我脸面。那就先定亲，不急成婚。你铺子的宫中订单做稳了，再谈婚期。好。凌月，这次父亲不替你做主，只替你撑腰。多谢父亲。今日这份气，不是防君子，是防人心变。凌瑜，记住，能让你安心的人才配谈一生。母亲，凌月定亲，您给她铺子田庄，我们没有异议。只是您名下的产业众多，总该有个章程。只是怕日后兄妹之间生了嫌隙。母亲，若今日是要分产，我欠妾未还，不敢开口。你倒是学会闭嘴了。儿子从前开口太多，拿的太多，如今没资格再要。二弟何必把话说得这么可怜？母亲的产业将来本就是儿女。常理不是让活人提前交出棺材本。母亲，你们是心里有数，还是手里享有契书？母亲如今处处护着凌月，外头已经有人说您偏心。外头人说还是你想说？儿子只是替全家考虑。先把那3000两的田庄欠账还了。母亲，趁您还硬朗，把产业的章程定下来，免得日后兄弟戏强，伤了和气。兄弟戏强？明艳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今日来要这个章程，是怕兄弟伤和气，还是怕我把产业都留给了凌月？儿子绝无此意。你有没有此意，你自己清楚。我活得好好的，这份心比那3000两的欠账更让我好。既然你们想要章程，我今日便给你们章程。第一，我名下的嫁妆、田庄、铺面生前不分。母亲。第二，我身后的产业如何安排，由我立契。侵占者、逼迫者、啃老不还者，一文不得。母亲，您这是连亲生儿女都防？我防的不是亲生儿女，是贪心。我愿按欠契继续还，分不分产与我无关。你记住今日这句话。二弟如今倒会讨母亲欢心，从前我讨亲是为了拿银子，这章程我同意。父亲也要看着母亲把家产握死。那是你母亲的嫁妆，不是侯府公产，她愿意如何安排，轮不到你质问。今日我还要再加一条，谁敢在我活着时逼我分产，便从身后的名册中除名。母亲这一条未免太重，儿女惦记长辈的安排也是人之常情。惦记我的安排与逼我分产是两回事，前者是孝心，后者是催我早点闭眼。这两样，你若再开口，我便先把你的名字划掉。我养你们长大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守着我死后分铺子，想要什么自己挣。文宁，这些日子我把侯府的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看完作何感想？这个家光鲜了几十年，底下的窟窿全是你一个人用嫁妆填的。我查到一笔旧账，20年前北侯孙北水横那一年的年节，府里照样大宴宾客，体面排场一样没少。我记得那一年我当了3套头面。我那时还以为是宫中宽裕，原来是你当了嫁妆替我撑的场面。这样的事20年里有多少回？我没数过，数了心里更难受。从前我总说自己是一家之主，如今才知道真正撑着这个家的是你。这枚印从前在我手里，也在各房手里，今日我把它交给你。侯爷这是要把权给我？不是给你权，是把本该由你守住的东西正式还给你。从前是我们把担子全压给你，却还伸手花你的钱，如今物归原主。前世到死他都没说过这样一句话。我躺在冷院里，连一副药都喝不起。他在前厅照样宴客，如今他把印放到我面前，说物归原主。可这枚印从来就该是我守着的。侯爷，规矩不是为我一个人立的，你交了印也要守。我守。还有一句，这印我收下，不是为了做这侯府的主，是为了往后再没有人能背着我把我的东西挖走一分。温宁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
从前我总以为你心甘情愿替这个家操劳，如今才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，是无人替你分担。豪爷今日能说这句话，我前半生那些苦也算没白受。往后这个家你说了算，我给你撑腰。我不要谁撑腰，我只要这家规人人都守。我守。那我便收下。从今日起，侯府不养废人，不纵贪心，不牺牲女儿，也不拿我的心软当规矩。母亲，田庄这一季的分红我按规矩送来了，还有我自己月前积下的30两，也抵欠契。账是谁做的？我自己做的，田庄账房核过了。我看看。姐姐若查出错，我回去重做。比从前清楚多了。从前我连1两银子怎么来都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账上每一笔都不能漏。母亲，这是我还的第一笔官场欠账，1000两，剩下的我会按期还。钱从哪里来？裁了3处无用的应酬，卖了我私藏的2件古玩，还退了几份不该收的礼。夫君这次没有向外借，也没有动宫中，那便记上。母亲，从前我总说为了侯府前程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怕自己不够体面。知道怕什么，才知道改什么。儿子这1年退了那些虚交情，起初确实难，有几个从前称兄道弟的，见我不再请客送礼，立刻就冷淡了。那你可后悔了？起初后悔，后来才发现，那些一断了好处就走的，本就不是什么真朋友。如今儿子身边剩下的虽少，却都是真肯帮衬的。这1年，儿子才算看清了。你能看清，这1000两便没白还。玉书来信说，周家已还清了折银。她如今自己嫁妆填契，若婆家再逼，她便归宁，不再哭着要娘家填钱。她能想明白，也不枉我带她闹那一场。母亲，宫中信店又加了20盒，若这一季坐稳，我想再开一间铺子。开，账要清，人要稳，气要明。女儿记下。姐姐若需要田庄的花料，我可以帮着供，按市价，不占便宜。好，亲兄妹也按市价。记住今日，家人不是互相吸血，是各自站稳后，还愿意互相扶一把。这里面是你的嫁妆文书、铺面契书、宫中采买的账，还有你自己立下的经营章程。带着他们走，不是为了防谁，是为了记住你是谁。母亲，我记住。嫁人之后，若过得好，常回来；若受了委屈，立刻回来。侯府的大门永远为你开。老夫人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无处可回。这话你同我说不算，日后要同他做到。我记下了。凌月，父亲这次不说让你顾全大局，父亲只盼你平安喜乐。父亲，女儿会好好过，也会好好管自己的铺子。姐姐，若沈家有人欺你，我第一个去接你回来。你先把欠母亲的银子还完。一定。母亲，我从前总觉得出嫁就是离开家去伺候别人，心里是怕的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我带着自己的铺子、自己的账、自己的底气出门，我不是去伺候谁，是去过我自己的日子。母亲，谢谢你，这一世没有放开我。真是，我也是站在这个门口看着他上轿，那一回我亲手把他推上车，推去了北地，推上了死路。
我以为我是为他好，是为这个家好，我糊涂了一辈子，最后只换来冷院里一张迟到3年的报丧纸。这一世我什么都没给他铺路，只给了他一双能自己走路的腿。不是这一世，以后每一世，娘都不放。母亲，第一批来学账的姑娘有12人，学女红的有20人。老夫人，这铺子不卖胭脂能赚钱吗？能不能赚大钱不急，先让他们知道女子手里有账、有气、有本事，心里才不慌。母亲，这是您给自己的新产业。前半生我只会替别人填窟窿，后半生我也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。母亲，这些来学的姑娘里，有好几个是被婆家退回来的，也有夫家败落，独自撑门户的。他们一开始连账本都不敢碰，说那是男人的事儿。是谁告诉他们账本是男人的事？从前人人都这么说。那就从这间铺子起，让他们重新学一句话：账本是自己的事，看得懂账，守得住气，这一生才是握在自己手里。儿媳记下了，儿媳也想把这话交给来的每一个姑娘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谁的钱袋子，我只是温宁。